冲动，只要别失控。心跳不动，爱很有情绪。不懂，不期望你懂，英雄值得什么歌颂？战斗本能的一种。终于选择扮演我的角色，不断和命运拉扯，和梦交涉。我朝着我的方向逆着光，还要穿破几道城墙，保持我的想象和希望，就算负了伤也绝对不放，既不需要伪装在冷酷的战场，我只要能坚强，就有全世界的力量。我信仰。这个人你认识吗？认识，怎么认识的？大概是1年前在飞机上认识，你们是什么关系？普通朋友。前天的3点到4点左右，你在做什么？ Stanley 3点半约我在一间叫Red Dragon 咖啡见面，然后呢？他说有事跟我谈，当时卡拉 OK 很长，所以我们决定换个地点上天台谈。你们在天台谈什么？他想跟我借钱借多少？10万。你说你们是普通朋友，他居然开口跟你借那么一大笔钱，所以我只借他1万。1万块也不是小数目。这是我能力范围还可以负担的。他有没有跟你说借这笔钱的目的是什么？你说得很清楚，大概是他公司出了些财务状况。我们调查过，他公司没有任何的财务状况。哦，那我就不知道了，可能他其他方面出了状况。他身边的人也没提过他有任何的经济问题。那我真的不知道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就离开了。你一个人？没错，请问那个时候是几点？大概是4点左右吧。除了你和 Stanley Erickson 之外，你有没有看到其他的人？没有。陈先生 ，Stanley Erickson 是在下午4点左右被人推下楼的，也就是说你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。你要怎么解释？我没有推他下楼。你有把柄在 Stanley Erickson 手上，他勒索你向你要钱，却只给他1万块。他不高兴，说要公布你的秘密，你一气之下就把他推下楼。根本没有这样的事。最好跟警方合作，把事实说出来。我重申一遍，我没有把柄在 Stanley 手上，更没有推他下楼。有没有？警方自然会查出来。这段时间我希望你留在新加坡，不要出国。我们随时需要你回来协助调查。你还好吧？我男朋友可能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手，我一点都不好。只要没查出真相，一切的可能性都存在的。你说我该不该相信彦君？你为什么这么问？我不是告诉你我们一起庆祝他母亲的生日吗？你还说他父母都把你当成准媳妇了。庆祝会结束后，我们一起离开。当时我上个洗手间，回来的时候听到他跟一个人在讲电话。I will call you when I have the money. 彦君，那是谁啊？发生什么事？是一位病人对我有误会，所以打来骂我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能应付的。我怀疑电话的另外一端就是 Stanley Erickson。不过他为什么要骗我？也许他是有苦衷。就算有苦衷，我是他女朋友啊，他应该跟我坦白的。有些事情男人是很难开口，
跟心爱的女儿讲了。我怀疑他有什么把柄在 Stanley Erickson 的手上，被他威胁。有证据吗？没有，我是凭直觉的。我真的很不了解他，对他的事一知半解。被爱情冲昏了头，总是可以理解的。你说的没错，不过是时候清醒了。别想这么多了，你不是常说让证据来证明实情的吗？相信国王他们很快就能查出真相了。我从来没有这么害怕知道真相。请问这双运动鞋是不是陈医生的？是的，陈医生下班后每隔一天都会到附近的公园去跑步。那你记不记得前天下午3点到4点，他是不是穿着这双运动鞋离开诊所的？不知道，前天陈医生说有事要办，要提早关诊所，我是在他之前离开的。我们在陈彦君的诊室里找到一双沾有泥土的运动鞋，经过化验证实，粘在运动鞋底下的泥土不含有任何肥料的成分，与在案发现场所采取的泥土样本完全不符合。这也不能证明陈彦君就不是凶手，他的嫌疑始终还是最大。Stanley Erickson 摔坏的手机有没有线索？我们从手机里还原了几则受害者发出的简讯。这则是 Stanley 发给陈彦君的简讯，还有另外一则是向他要钱的，数目少一些，2万。哇，这个 Stanley 的胃口还真不小。这2个人要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关系，就是这洋人掌握陈彦君什么见不得光的把柄，要不然怎么敢狮子大开口？我向银行查询过，证实 Stanley 的户口在简讯发出后几天，的确有一笔相同数目的钱转了进去。那你有没有查到钱的来源？没有，都是现金转账。不用说了，一定是陈彦君给的，不然不可能那么巧。可是陈彦君一直坚持 Stanley 是他的普通朋友，也坚决否认 Stanley 手上有他的把柄。手机里面还有没有其他可疑的短讯？哇，怎么这么肉麻？我们一共还原了7则类似的简讯，都是 Stanley 发给一个署名叫 Pin 的同一个手机号码。另外，我们还在手机里还原了一些照片。这个女人是 Stanley 公寓闭路电视里拍到的同一个女人。这个女人一定就是 Pin。根据照片来看，这女人的 Stanley Erickson 应该是一对情侣。这些是我们目前为止能查到的资料。明白了。静香、Nicole、Kenny， 你们到银行查一下，陈彦君是否曾经从自己的户头提取大笔的钱，数目和日期是不是和短讯的吻合？ Yes sir。浩平 Eric， 你们到电讯公司查一下 Pin 的身份还有联络地址，我们需要找他谈一谈。没问题。你认识这个男的吗？不认识。对警察说谎是会构成妨碍司法公正的罪行的。我劝你还是想清楚才回答我们的问题。好，我说，我确实认识 Stanley。你们是什么关系？普通朋友啊。那你怎么解释这张照片？我们还有 Stanley 传给你的简讯，内容有多肉麻，我想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。林小姐，我劝你老实告诉我们 ，Stanley Erickson 是不是你的情人？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我跟几个朋友去夜店，他请我们喝酒，就这样认识了。那这个男人呢？你见过吗？我见过他1次，在一间 pub 里面，我见过他跟 Stanley 说话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警察先生，我求求你们不要跟我老公说 Stanley 的事，他如果知道了会打死我的。你老公脾气很坏。之前我只不过是跟一个男人说话，他就以为那个男的要追我，结果把他打到入院，住了2个礼拜。这么凶暴？他打泰拳的，
以前还参加过业余赛。这双鞋子是谁的？我老公的。你老公从事什么行业？他在花圃工作。那花圃有没有种植物计划？有啊。你好，我是特别罪案调查组的赵国宏，他们是我的同事，我们在找郑连松，你知道他在哪里吗？他在那边，我带你们去。他就是连松。连松，警察找你啊！哎！去那边！认不认识这个男人？不认识。上个星期三下午3点到4点，你在做什么？在家睡觉。你撒谎。这个是中远大厦的闭路电视3点52分拍下来的画面。这个是你吧？哦，我记错了，我那天是去了中远大厦。去那边干什么？找朋友。你朋友是谁？他放我飞机没来。好，那你把他联络号码给我们。我没有他的联络号码，都是要打电话找我的。这个朋友根本就不存在。根据闭路电视的画面显示，你是跟着 Stanley Erickson 走进中远大厦。事实是，你知道 Stanley Erickson 跟你老婆有外遇，就跟踪他到中远大厦，然后再把他推下楼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太太不可能有婚外情的，我根本不认识这个洋人。根据我的资料显示，你之前也因为感情纠纷打伤一个男人，还被判坐牢10个月。那时候也是因为怀疑老婆红杏出墙吧？是，不过那已经是3年前的事了。淑萍答应我，她不会再背叛我的，我相信淑萍。那你怎么解释在你手机里面找到的？从始至终你没有相信过你老婆，所以就跟踪她，拍下这些照片。照片不是我拍的，是有人传给我的。是谁？我不知道。我试过拨打发送照片的电话号码，可是每次都打不通。是真的，我会到中远大厦，也是因为这个人传简讯给我，通知我这个洋人会在那里出现的。所以现在是承认到中远大厦，然后把 Stanley Erickson 从天台下推下楼。我没有，我找他的目的只是要警告他不要再搞我老婆。可是当时他跟一个男人在一起，我就没有机会说，所以我就悄悄地跟出他上天台。你说的男人是不是他？没错，就是他。我看到他们在天台吵架，突然间，这个人就趁洋人不注意的时候把他推下楼。那你为什么不报警？我当时很害怕，没想到要报警。如果人真的不是你推下楼的话，为什么我们到花圃找你的时候你要逃跑呢？我欠人1屁股的债，还以为你们是大龙呢，所以才会跑的。在想什么？需要帮忙吗？Stanley Erickson 的案件有了新的进展，我们找到另一个嫌疑犯，也有理由怀疑他是真凶。他承认当时他在案发现场，可是坚持自己是无辜的，还说他亲眼看到陈彦君把死者推下楼。你认为他在说谎？所有表面的证据都指向他，他有杀人动机，也有严重伤人的前科。我刚在访问他的时候，答案反反复复，很明显是在掩盖事实。说谎的人始终会露出破绽，不如带他回去案发现场，让他重演整个案发过程，看看有没有漏洞。
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Thank you, man。请你再叙述一遍案发当天的经过。当天，我跟中者那个男人和那个洋人上来，我就躲在那个墙角偷看他们。那个时候他们站在什么地方？那边的墙角。然后呢？然后，那个男人就拿了个信封给那个洋人看。那个洋人看了那信封之后，好像很不高兴的，就和那个男人起了争执。那你听到他们说些什么吗？太远了，听不到。之后发生了什么事？然后，那个男人就趁洋人不注意的时候，突然从后面推了他下楼。你说陈彦君是从这里把 Stanley Erickson 推下楼的？确定？你撒谎！陈彦君根本不可能从这里把 Stanley Erickson 推下楼。这里和 Stanley Erickson 坠楼的位置根本不符合。哦，是我记错了。那个男人先是假装离开，走出了那道门，然后他又突然回头，把那个洋人推了他下楼。当时那个洋人应该是站在那边。你说陈彦君是从这一道门出去再回来的？这道门根本打不开。那边门是开着的。不要再撒谎！我们已经向大厦管理处确认过，这道门是长期上锁，钥匙就在管理处。案发当天，根本没有人把钥匙取出来。这么说，唯一能够上到天台的方法，就是我们进来的那道门。假如像你所说，陈彦君是离开之后再回来把 Stanley Erickson 推下楼，那唯一的可能就是从我们刚才那道门出去。不过他一定会看到，因为你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躲。现在唯一的解释就是，你才是真正的凶手。不是的。不是我。案发当天，你偷偷跟着陈彦君还有 Stanley Erickson 来到天台，之后就躲在一角。你看到陈彦君把一个装满钱的信封交给 Stanley Erickson，Stanley 不满钱的数目不够，就跟陈彦君起了争执。他们吵了一会儿之后，陈彦君就离开，留下了 Stanley Erickson 一个人。这个时候，你看见 Stanley Erickson 刚好站在靠近天台边缘，你把心一横。冲过去，把 Stanley Erickson 推下楼。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你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前几天我在一本杂志看到我的星座运程，他说这个星期我会有喜事降临身上，一点都不准。回去我一定要写去杂志社投诉了。幸好真凶被逮捕，还了你一个公道。我本来是属于公道，我一直相信警察的办事能力一定能还我清白。你如果真的是清白，为什么有这么多事隐瞒不说？你说的是什么事？你和Stanley Erickson的关系。我说过，我和他只是泛泛之交。那你为什么要骗我说他是你病人？我只是这么说。
那天我们离开你妈妈的生日庆祝会，我上个洗手间，回来的时候听到你跟一个人在讲电话。当时你跟那个人说，等你有钱就会打给他。我问你是谁，你说是你病人。其实那个人就是 Stanley， 对吧？没错。我没说，是因为我不想你担心。你不说我会更担心的。你和Stanley之间到底有什么秘密？没有。他只是因为手头紧，才会一直缠着我借钱。那你怎么解释郑连松知道Stanley当天会出现在案发现场？是不是你通知他的？Stanley和他老婆的亲密照片，是不是你传给他？你现在是以女朋友的身份，还是警察的身份问我？没想到，连我女朋友都不相信我，怀疑我。我看我们没有什么话好说。最近有没有见到燕君啊？他还好吗？他很好啊，你应该是没有了。你笑吧。我干嘛要笑你啊？我不是跟你打赌说我会比你先修成正果，我还笑你会一辈子孤家寡人，谁知道？虽然没有开花结果，不过你的恋情还萌芽过，你什么都强过我。我的感情世界到现在还是一片烂泥地。萌芽过又怎么样？根底不够深，经不起一点点风吹雨打，没两下子就被连根拔起，还不是回到原点，一片烂泥地。不过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。我相信我这片烂泥地还是有春天的，总有一天还是会发芽的。我看我这一辈子会孤独终老啊！这个周末有空吗？这男人真笨，身边有个深爱他的女人，偏偏去追那个模特。人就是这样，离你最近的时候，你却忽略了他的存在，偏偏要等他走远了，你才发现，原来他已经成为你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你喜欢文玲？我？你刚才讲的这么感性，我以为你有感而发，真情流露。你想到哪里去了？不是文玲，那是你前妻啊。我和玉琪是不可能的，你想太多了。好啦，我当是我胡思乱想啊。谢谢你啊。干嘛谢我？我知道你选这部电影是想鼓励我，我总有一天会找到我的真命天子，不会一个人老死的。哇，你真的是聪明伶俐。我知道啊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那么快放弃的，我一定会比你先修成正果。好，那我会拭目以待的。
什么是 SYT 啊？ Sweet Young Thing， 也就是我爱小甜心。Officer, can you bring this back for examination, please?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些应该是精液。简直是变态！嫌犯一定是趁老师下午带小朋友到游乐场玩时，偷偷潜进幼儿园，然后就地解决，连小孩都不放过，真是禽兽不如。这种人千万不要给我抓到。今天是周末，你应该出去和信怡拍拖才是，不用特地来陪我的。没关系了，反正他有案子要查。哥，心怡，心怡，你怎么来了？药家刚刚还说你有案子在查，没时间和他拍拖啊。案件交给别人处理了，我有空就来看看你啊。怎么样，身体有没有好一点？你自己也看到了，连走路都成问题了。医生建议了一种新的疗法，说干细胞移植会对我哥的病情有很大的帮助。手术费太贵了，你别整天担心钱的问题好不好？我有钱。不行，那是你和信莹筹备结婚时用的，不能动。结婚的事慢慢再说嘛。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把你的病治好。那你听到没有？连心怡都这么说了，你就别想那么多，快点动手术好不好？好，我听你的。不过，我不希望因为我的事而耽误你们的婚事。所以，不管治疗成不成功，我都希望看见你和心怡走向那红地毯。嗯，太好了。姚家，心怡是个好女孩，你一定要好好对待她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。谢谢你没有告诉我哥我们分手的事。我明白你的心情，你是不想让哥操心。你还在放假吗？不过我有信心，等调查结果出来之后，我就可以回去继续工作。我也希望如此。少了你这么尽责的警察，是市民的损失。哪有这么厉害？在我心目中，你有啊。你去哪里？我送你吧。不用了。为了志恒吗？不是。你们是不是已经在一起了？我先走了。我没有告诉我哥我们分手的事，不完全是因为不想让他操心。其实我不希望那是我们的结局。可以再给我一个机会吗？给我一点时间。我等你。
你一个人啊？一个人的感觉真好。燕君怎么没有陪你啊？我们刚刚分手，那一段感情变成包袱，分手对彼此来说是一种解脱吧。那你呢？妙佳呢？其实我们已经分手了。什么？发生什么事？耀佳的哥哥得了小脑萎缩症，他担心自己也得病，怕连累我，就先跟我分手。不过其实当时他也只不过做了身体检查，检验报告都还没有出来。那检验报告出来吗？他没有得病的基因。那不是没事吗？你们两个可以在一起啊。别告诉我有第三者。Dr. Chow。你为什么会认为是他？我观察你们两个的互动，我就可以猜到了。其实男人像高跟鞋，能找到合穿又满意又耐久的，真不容易。现在有2双给你挑选，你可以慢慢选。那你呢？你还会继续找你那双理想的高跟鞋吗？只要鞋店不打烊，我一定会继续试穿的。也许你那双理想的高跟鞋一直都在你鞋柜里，只是你没有注意到。或许吧。别讲这些了，我们去shopping。看什么啊？你为什么要去勒索一灯？Jen，听我说啦。你不是已经答应过我不要再做这些事情了吗？为什么你又把那些录像给销毁掉？你还骗我！啊 ，OK， 我没有把录像销毁掉，是我不对。我答应你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我要你现在立刻马上把那些录像给销毁掉。我在网上赌输了球，需要一大笔钱还债，不然的话我就死定了啦。拿到钱过后，我一定会把那些东西全部delete掉。现在警察已经盯上了我们，你还这么做，你知道很危险吗？放心啦，我看死啊那些笨蛋啊是不敢报警的。我发誓，这次啊是最后一次。好啦，不要生气啦，下次不敢了。我妈买了好吃的 chocolate cake， 我去拿给你 ，OK？ 吃sushi？好啊，可是我要从你的身上吃，可以吗？我等一下再打给你。哪一个蛋糕拿那么久？谁打给你啊 ？Ken 咯，哎呀，啰啰嗦嗦说了一大堆，还不是要约我明天吃sushi？是哦，那我要去。好啊，confirm了再跟你讲，我去拿盘给你啊。喂，你干嘛拿我电话？还骗我说是 Ken， 你说是不是 Cassie？ Relax 啦，朋友而已，快把电话给我。You look so good in a bikini, huh? I wonder how you look like without it. My house is empty tonight. Wanna come over? 如果是朋友的话，哪里会 send 那么恶心的 text？ Why so serious？ 只是玩玩而已吗？玩玩而已。之前是 Tracy， 然后是 Stacy， 现在又来个 Cassie。你真的以为我是白痴是吗？很好骗啊！谁骗谁啦？我们两个在一起开心就好，不是吗？开心就好，你当然开心啦，左右拥抱的。我就是这样，你要怎样？心路，我要跟你分手。喂，看见帅哥了没有？你在说什么？你不是在做白日梦吗？我以为你会梦见帅哥。这里什么帅哥都没有，只有一个讨厌鬼。哇，好心没好报啊！亏我专程过来送参考书给你啊。Thanks。心情不好？我心情很好，很开心，这样可以了吧？这么假？其实你姐姐心情也不好。是他叫你来的？不是，是我多管闲事。
我不想看你们两个闹得不愉快，所以就来当说客。有什么好说的？他根本就不信任我。心怡，她从小父母离异，不在她身边，成长过程没有父母的爱。可是她并没有怨天尤人，也没有怪罪任何人。相反的，你一直有父母亲在你身边，疼爱你，关心你。如果是别人，一定会怪你夺走了他们的幸福，对你只会有怨恨，不会有关心的。她尽心尽力的想要做个好姐姐，她这么做，就是为了保护你，不想你受伤害。她反对你和轩来往，也是基于这个原因。我知道。那你就应该谅解你姐姐的苦心，不要再跟她冷战了。如果心怡知道了，她一定很开心。其实我跟你姐一样，我也觉得轩这个人不可靠。你打算继续跟他交往下去吗？我们已经分手了。为什么会这样的？我发现他劈腿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这种男人不值得你为他生气，跟他分开是对的。其实，那个警察的事情，是我们冤枉他的。为什么你要诬告药家伤害你？你知道这样对他影响有多严重吗？是Shane指使他这么说的，目的是想给药家一个教训。你一定要跟我到警察局去，还药家一个清白。我会不会被抓去坐牢啊？你是被Shane利用的，加上你年纪轻，又是初犯，法庭会轻判的。假如不止这么样，什么意思？我是说，假如Shane打死都不承认呢？你是最有力的证人，他不认也不行。陈婷，不要再找借口了。做错事就一定要勇敢的去面对。走，跟我到警察局去。哎，这里就交给我们了。勇敢的把真相说出来，我在外面等你。陪镇定来改口供，你都知道了。豪雄告诉我的。镇廷他承认冤枉你，这一切都是Shane在幕后主使。对不起。为什么你跟我道歉？因为我一度怀疑你，但是我认识你这么久，应该知道你的为人才是。我了解。不过现在，我又可以重新成为你心目当中可以信任的人了。我去大堂等他。时间，真的不听我电话。你要去哪里？妈，告诉他们你没有看到我，知道吗？哎，Shane，Mom， police is here。我们是东林警署的调查员，是谢浩雄，要找罗俊贤协助调查一起案子。
真婷，真婷，干嘛啊？我在你房里找到了一些首饰，一只新的手表，还有你捐钱给劳工福利协会的信。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你干嘛偷看我的东西？我不是偷看你的东西，我是在帮你整理衣柜的时候不小心看到的。你不要逃避我的问题。你哪来这么多钱？零用钱咯。零用钱？谁给你那么多零用钱？是 Daddy send 给我的。你肯定是 Daddy send 给你的，因为我刚刚打电话给爸爸，他跟阿姨都说没有给你这么多钱。是我搞错了，是我做 part time 赚回来的。我怎么没有听说你做 part time？ 你在哪里做？做什么？我又不是犯人，你可不要用警察的口吻来审问我嘛。真，我知道你本性不坏，你只是贪玩了一点。姐姐是担心你受到不好的影响，一时糊涂走错路。那些钱是不是跟Shane有关啊？真婷，警方现在已经在调查Shane了。如果你真的跟他通过不正当的手法赚到那些钱，很快就会查到你身上的。都是Shane叫我那么做的。你们到底做了什么？我们利用 Web Chat 引诱一些男生叫他们脱光衣服，然后把整个过程给录下来。可是没想到Shane会利用他们去勒索他们。勒索是很严重的罪行，你知道吗？我一开始也只觉得他们很笨，叫他们脱就脱，没想到Shane会利用那些录像去勒索他们。你们一共勒索了几个人？然后呢？然后我就觉得不好玩了，就没有玩了。可是没想到Shane不但没有下回到那些录像，还继续勒索那些男生。我真的很后悔啊！为什么会相信他的甜言蜜语？我们去自首吧。不行的，我已经诬告那个木头警察，留下了案底。再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，我一定会去坐牢的。真婷，只要你诚心悔改，法官是会轻判的。不要，我不要坐牢。真婷，你听我说。不管你做错什么事，姐姐永远都会支持你，站在你这一边的。姐，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我们去自首，好吗？我们找廖真婷。我们是东林警署的调查员，我们现在怀疑你涉及4起网络勒索案，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是和谁不同，燃烧都是那份光荣，冲动只要别失控。心跳不同，爱很有轻重。不懂，不期望你懂，英雄值得什么歌颂？战斗本能的一种。终于选择扮演我的角色，不断和命运拉扯，跟梦交涉。我照着我的方向，逆着光，还要闯破几道城墙。我抱紧我的想象和希望。